小云是一家公司的新人，工作一向认真尽责。有次他提出了一个创新的方案，却遭到资深同事吴哲当场冷嘲热讽。这种东西也拿得出来，你是不是太闲了？全场气氛凝重，大家看向小云，他没有反击，只是微笑说，这个方向我会再修正，谢谢建议。然后回到座位，继续认真工作。几周后，这个方案被主管大力肯定，甚至选为公司当季亮点专案。而吴哲仍然继续冷嘲热讽别人。有些人攻击你，不是因为你做的不好，而是因为他自己做不到。与其纠缠，不如用实力与沉默来让他无话可说。有一次，一位企业家坐计程车，行驶途中，一辆车突然从旁边冲出来，差点撞上计程车。司机急刹车，稳住方向盘，避免了一场车祸。但那辆冲出来的车司机却摇下窗户，大声咒骂。出乎意料的是，计程车司机只是微笑，对他挥手致意，然后继续开车。企业家问他，你为什么不骂回去？他差点撞上我们。司机说，很多人就像装满垃圾的卡车，他们满腔怒气、压力、挫折，他们需要找地方倾倒垃圾。如果你让他们倾倒在你身上，那你也会成为垃圾车。所以我选择微笑，祝福他好运，然后继续前行。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，总会遇见一些垃圾人，他们用轻蔑的语言挑衅你，用带刺的话语试图让你动摇，甚至让你怀疑自己。也许是在职场上遇到无理的上司，也可能是在家庭聚会上遭到不合理的指责。这些人并不真正了解你，却带着偏见和负面情绪出现，打乱你的情绪平衡。如何从容应对这些垃圾人，不再为了他人的无理指责而耽误自己的人生？让我们学会如何冷静地看待这些情绪挑衅，放下争辩，远离负能量，把心力放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。一、不理会挑衅，让内心宁静。我们时常被外界的声音包围，批评、挑衅、不理解，甚至恶意的攻击。这些外在的声音不断敲打着我们的心灵防线，想要把我们拉进情绪的漩涡。可是真正的强大来自于如何面对这些声音，并依然守护内心的宁静。首先要明白，挑衅往往是对方情绪的宣泄，与你无关。这些挑衅和批评可能只是他人内在挫折或不满的反射，他们透过轻视、批评他人来掩盖自己的不安。当你意识到这些行为的根源，便会更容易淡定以对，而不是跟住陷入对方的情绪中。当有人用挑衅的语气与你交谈时，你可以选择不接受，并保持自己的平静，是这些言语如同水波般轻轻流过，让自己心里划出一道界限。记住，对方的情绪不是你的。最有效的回应往往不是反击，而是转移注意力，把精力放在更有意义的事物上。试着问自己，我的目标是什么？我希望追求的是什么？当你集中精力在个人成长或工作进步上时，那些外在的负面声音便显得微不足道。假如有人在工作上处处与你针锋相对，试图激怒你，与其跟对方争论，何不把这份精力投入到提升自己的专业能力中？这样不仅让自己远离无谓的争吵，还能以行动证明自己的实力，成为最强有力的反击。二、冷静应对，避免无意义的争辩。阿健是一家咖啡厅的店长，做事细心，待人和气。有天，一位情绪激动的客人冲进店里，大声咆哮，你们的咖啡太难喝了，根本是骗钱，一边拍桌一边要退钱。同事小美看不下去，气呼呼的回呛，我们咖啡用的豆子是精品级的，你不懂不要乱讲。结果双方声音越吵越大，整间店气氛凝重，其他客人也纷纷侧目。就在这时，阿健轻轻走上前，先对小美说，我来处理，然后转向那位客人，语气平稳地说，不好意思，让您有不好的体验，这杯咖啡我们全额退还，也送您一张下次免费兑换券，希望有一天您能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客人愣了一下，
原本高涨的怒火像被泼了冷水。沉默几秒后，他收下劝，闷闷不乐地走了。事后，小美问：“你怎么不让我帮你顶回去？”明明是他无理取闹，阿健淡淡地笑了笑。有些争辩赢了语气，输了格局。我们是做生意的，解决问题比争输赢更重要。几天后，那位客人真的回来了，不但主动道歉，还成了常客。遇到争论时，首先要问自己，这场争论会让我更接近目标吗？多数时候，争辩只是情绪的对抗，并不会真正改变什么。当你专注于自己的大方向和目标，就会发现有些争论根本不值得浪费时间。当有人批评你的工作方式时，与其辩解，不如冷静地展示成果，以实力说话，专注于自己的目标，让那些无谓的声音逐渐消退。在无意义的争辩中，胜负往往变得毫无意义。即便在争论中取得优势，也可能会损害彼此的关系，或浪费宝贵的时间与能量。真正的智慧在于明白，并非所有情境都需要一个胜负。有时候，简单的让步或表示理解，比硬碰硬更能达到更和谐的结果。当面对家庭成员的不同意见时，不妨理解他们的立场，或微笑着接受意见，从而营造更和谐的气氛。当面对挑衅时，适当的沉默可以让你不急于回应，从而避免情绪化的反应。沉默不仅让对方冷静下来，也给了自己时间去思考最好的回应方式。有时候，不做出反应比回应更有力量，让对方感到无趣或失去挑衅的动力。3. 跳脱情绪陷阱，远离负面干扰。每个人都有容易被触动的情绪按钮，而这些触发点往往是引发情绪陷阱的根源。无论是批评声音、别人的情绪或突发的压力，当我们清楚了解什么最容易让自己受影响，就可以有意识地避开或调整反应。在面对他人负面情绪或压力时，学会保持情绪距离，而不把他人的负面情绪带进自己的心境。当同事抱怨工作环境或家庭成员情绪低落时，可以在同理对方的同时，不让对方的情绪成为自己情绪的负担。自我对话方式会直接影响我们的情绪和行为。情绪陷阱出现时，正向的内在语言可以成为我们稳定情绪的支柱。当遇到挫折或批评时，可以告诉自己，这只是成长的一部分，我不必完美。这些语言能让我们在负面干扰中保持平衡。藉由培养这种积极的内在对话，我们可以更轻松地跳脱负面情绪的束缚。学会跳脱情绪陷阱，不仅是为了让生活更愉快，也是为了更好地专注于我们真正重要的目标。当我们远离负面干扰时，才能真正掌控自己的情绪，不被外界左右。在人生这条路上，遇见挑衅、误解，甚至批评都是不可避免的。但真正的智慧是在面对这些时候，依然能够保持内心的平静，不被无谓的负面情绪牵制。当你学会了不理、不争、不怒，你会发现自己的内在变得更加强大，生活也会随之变得轻盈。